那今天呢，邀请到了 Esther。之前我们有聊过你的这个婚姻罗曼史，怎么样进到婚姻啊？大家很喜欢你的这个分享。谢谢大家。所以呢，今天呢，我又把他请来了。那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完全不同的话题，但是我相信很多人还是很有兴趣的，那就是关于末世。对。那 Esther 她本人呢，其实大家不知道，她本人其实在教一门课，她是这方面的专家啊。她教一门课就是末世概论。对，所以讲到末世，我们就想到很多东西了，想到灾难，想到这个很多电影里面的一些情节哈，好像很恐怖。接下来呢，我就是想要跟 Esther 我们要录制一系列关于末世的一些节目，就是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概念，就是到底末世是什么，我们要怎么去准备末世。因为这个如果它是一个事实的话，那我们肯定不能够去忽略它，我们必须要做一些准备。好，所以呢，今天呢就是我们这个末世系列的第一集。我们要讲到一个国家，它非常的特别，大家可能猜到了。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应该知道我们要讲的就是以色列。挑战您的价值观，返璞归真过生活。欢迎收看《10万个为什么》，我是你的好朋友路德。在节目一开始，提醒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千万不要错过每周五的精彩节目哦。那以色列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个巴以战争是10月7号开始，去年10月7号到今天已经100多天了，对吧？将近4个月了，所以到现在还在这个战火不断的蔓延，不光是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现在已经我听说以色列周围的像土耳其啊，还有这个约旦很多国家也开始，黎巴嫩都开始向以色列发动这个火箭，所以而且其他大国在联合国这个角逐，它不单单是我们看到一些周边的国家，对，像中国、美国、俄罗斯这些国家都不同的角色在参与。对，所以我们相信这个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不是大家认为的就是一次好像这个恐怖袭击。我觉得它会蔓延到一个，甚至有人开始说可能会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很想要来谈一下这个话题，就到底以色列然后巴以冲突，这个跟我们华人，特别是我们华人就是好像我们离以色列也挺遥远的，我们也不是犹太人，就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有兴趣的，或者你对他开始有一些了解？我最早的了解是因为我小学住在上海虹口区，那如果有上海的朋友就知道那里有一个犹太的难民纪念馆，因为犹太人在2战的时候有一船的犹太人在那个大海上漂泊，各国都不敢接收他们，当时的上海这个码头是勇敢的接纳了他们，然后是一个华人，他给他们盖章签字，所以他们住在上海虹口，他们生活了有1代人，所以像很多以色列的老人会讲一口流利的那个老上海话，那个是2战时候了，那里呢就为他们建了个纪念馆，纪念上海人跟犹太人之间的这段回忆，然后也包括纪念2战时期犹太人在上海生活的这段经历。所以这是我第一个对犹太人的印象，很小的时候有个纪念馆。到了第2次就是在我读哥大的时候，10年前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读我的硕士。我的硕士呢是名字叫社会工作，它其实是一个从心理到国际关系到人权平等方方面面他都会去关注的这样一个专业。那像联合国就是我们很对口的，什么福利政策这些人权公益都是我们所关注的。那在哥大我就发现哇，我们是一个运动的大本营，这个运动叫 BDS 就是抵制撤资制裁以色列，然后从而来帮助巴勒斯坦伸张他的人权。所以当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站在中间，我就发现我们的查经小组大家也持不同的观点，有的人觉得现在以色列做的事情非常的不对，然后有的人是觉得圣经上不是教导我们要这样去抵制制裁什么这样去封锁以色列，不是这样的。所以我是因为当时在
带那个校园的查经团契，所以看到这样的状况，对吧？校园里面我们就在发生，然后跟着联合国的走向也是支持这个运动的，所以在所有的这个专业也好，这个查经小组的这个氛围里面，我就开始去查圣经，然后去跟一些牧师有一些交流。然后在哥大毕业那一年，我正好也去了以色列，第一次去以色列就是2015年。所以跟当地的一些基督徒，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基督徒，我们都有很多沟通，特别阿拉伯基督徒。所以这是我第二次我觉得是更深的真的去认识神计划中的以色列。在当今它有这么多的纷争，有这么多的越来越多的纷争围绕它，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活在当下这个有点乱世这样一个变局里面，怎么去看以色列？如果你把圣经当做一本小说来看，或者是一个电影来看的话，这个以色列其实就是主角。整个这个故事其实是在围绕以色列。当然很多人觉得以色列它就是一个代表，它其实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啊。那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在去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就是说以色列它之所以是很重要，是因为它是在圣经里面是一个主角，就是历史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都是在圣经里面有记录的这个是一个而且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关于以色列的预言，就是以色列会经历的一些事情。那后来这些事情确实是按照这些预言都发生了。所以通过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话，就是说圣经它的真实性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他扮演的一个角色。对，然后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反犹主义我们都知道二战是很悲惨的一件事，很多人都对这个希特勒的行为感到非常的愤怒。对，通常我们以前小的时候接受的教育就是我们要吸取教训，对吧？就不能够再犯同样的错。但是为什么这个反犹主义又开始了，对吧？照理说应该德国人他们认错了，已经道歉了，那这个事情就不能再发生了。对，但是现在你说这些大学里面，甚至联合国都开始有这样子的反犹，所以我们就在想，到底以色列干嘛了？他怎么这么倒霉呢？他怎么被打了这么多，还在被打呢，还在被欺负呢？这到底这背后有什么原因？对，我觉得你刚刚讲的特别好。被反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们近代我们这代人所熟悉的就是二战那次，对吧？犹太人被德国希特勒他们把他们污名化，然后妖魔鬼怪化，然后把他们关进集中营，对，种族大的屠杀，对不对？对。但是这个在历史上并不是唯一一次。在历史上，在犹太人是从公元1世纪开始就离开了他们居住的这个中东这个土地，就是他们现在所在的土地。他们1世纪之前住在那里，那他们因为各种原因开始流离，对吧？流离失所之后，到1948年复国，将近2000年，他们在欧洲生活。那他们呢，其实在历史上经历了很多次的大屠杀。比方说黑死病的时候，欧洲的黑死病大家应该都知道，死了很多人，对吧？因为老鼠传播的瘟疫。但是因为犹太人他们是单独居住他们的饮食水源跟大家都分开，所以他们没有死。但是民间就说是你们传播了这个病毒，所以犹太人被别人屠杀而死的远远大于死于黑死病的。对，他们被责怪是他们传播了病毒。那还有就是像在俄罗斯，在历史上就是二战之前，沙皇俄国也有几次针对以色列人的屠杀，都是大的那种种族清洗。其实在欧洲历史上有这样很深的根源，就是因为欧洲人所信仰的基督教，也就是我们今天很熟悉的基督教，天主教也好，东正教也好，它都是属于这样一个广义的基督教的范围。这些大家所有的信仰圣经记载了很清楚，耶稣是犹太人，但是呢这个耶稣弥赛亚也是被犹太人所钉死的。所以这好像就是犹太这个民族背负上了一个原罪，他们呢是这些所有信仰心目中很容易被妖魔化的一个民族，他们竟然把神的儿子给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但很讽刺的是，这个信仰本身其实是犹太人的。对，我们刚刚说到，对不对？很多如果你不是基督徒，
就以色列是旧约里面神最先他就是拣选了这么一个民族，整个旧约就是今天犹太教的典籍。其实犹太教信仰的是旧约，然后基督教信仰的是旧约加新约，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来概括。所以其实这个信仰本身是犹太人的，耶稣这个基督教广泛接受的这个神的儿子，包括玛利亚，对吧？圣母玛利亚，他们都是犹太人。但是当这个信仰传到欧洲的时候，欧洲加了很多犹太人所没有遵守的东西，比方说欧洲基督徒他是不能从事很多跟金钱有关的生意的，所以犹太人可以。犹太人的犹太教对此没有限制，所以他们就做了很多高利贷、银行家这样的生意。近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可是在中世纪的欧洲，这是一个非常被人们所不耻的职业。所以虽然犹太人变得很富有，但他们往往的形象，我们如果熟悉莎士比亚的剧啊，他往往那个形象都是非常的奸诈、吝啬、狡诈、狡猾，对吧？小人卑鄙的那样的一个形象。所以社会中但凡出现了什么问题，经济危机、疾病、政治动乱，犹太人都很容易被拿出来垫背。他们永远是一个外族，他们到哪里都保留了自己的生活传统跟习惯。就到今天，我生活在纽约的时候，纽约的布鲁克林是全世界最大的以色列以外的犹太人聚集地，他们依然完整的保留了群居的习惯，然后内部通婚，即使在今天，大部分还是内部通婚。然后传统信仰的犹太人，他们守安息日啊，他们的穿着打扮完全是沿袭这个千年的传统。然后安息日就是他们不会用电，连电梯都不会按，连那个电磁炉也不用，对吧？就是当今社会持守这样的生活传统。那他们到哪里都跟大家格格不入啊！我记得我在纽约的时候，我就很震惊的发现，我们都不说那个政治界的反犹，民间他的邻居之间就很反感他们。有一年我在的时候，有一家犹太人因为守安息日，他就用了很传统的这种炉子，然后是怎么他没有去关注到那个电源的状况，还是说因为他没关注到，还是他传统的炉子怎么家里起火了？我不记得，但就是因为安息日，他们守安息日这样一个生活习惯，着火了。着火了之后，全家有7口小孩子什么都死在里面。所以那这个新闻正常应该很同情，对不对？但大家同情之余，马上引发了一波讨论，就是还要不要让犹太人守安息日？还有犹太人家里多生孩子这个习惯，他们守安息日聚在一起，然后又不用电，所有的事情引发了一场很大的舆论，就是甚至想让他们不要守这个了。然后邻居们对此也多有抱怨，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大家是不喜欢的。因为你跟大家太不一样了，以至于会让周围的人不舒服。对，所以是反感的一种情绪。在这样一个悲惨的事件中，升起了很多反感的东西，那是积压多年的。然后我才意识到，民间因为他们这种格格不入，其实也很容易像是有点什么反犹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对这个人，我做邻居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不好，对吧？你的印象就不好，就很容易滋生那个反犹的那个温床。对，因为他们被欺负，所以他们更加团结，他们更加要去就是保留他们的文化。那为了保留文化，他们就必须要去排斥外来的文化。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犹太人给我们感觉就是他们特别的保守，就好像是特别的排外，然后甚至有点骄傲。对，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文化是最好的，就看不上其他的文化。我自己自从信了主以后呢，我读圣经，我也开始莫名其妙对犹太人或者对这个以色列开始有兴趣，然后也觉得说我要爱以色列，我要爱犹太人。所以2019年的时候呢，我也去了一次以色列，当时呢就是带着一个极大的一个热情，好像就觉得我要给犹太人传福音，对，我要去跟他们交朋友啊等等。对，结果我去了以后，哇，我真的傻眼了。我觉得犹太人真的是传说中的骄傲啊，让我觉得很不可爱，真的不可爱。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去问路，很多人他不会跟你讲，或者说他跟你讲的时候，他也不会带着微笑，他没有表情，然后很冷漠，对，很粗鲁。我觉得有时候甚至觉得好像他，就是莫名其妙的有一点对我发脾气，对，所以我去了以后，我真的很失望，我对犹太人的这个第一印象真的是大减分。
那一次旅行呢，我还去了巴勒斯坦。对，你去了巴勒斯坦，觉得怎么样感觉就是哇，我的那个爱心、怜悯、同情就完全被激发出来了。因为巴勒斯坦人他们真的是生活的地方很贫穷、很贫困啊，就是一个你就感觉好像从以色列进到巴勒斯坦，虽然开车可能不到1个小时，但是你就感觉穿越了整个就是两个世界。对，完全是两个世界，从发达国家进到一个这个不知道落后多少年的一个国家。对，就我在路上还看到有人是骑着驴，你能想象吗？骑着毛驴，这是他们的交通工具。所以我当时真的觉得巴勒斯坦人挺可怜的。然后呢，当然他们就会跟我们讲很多以色列的坏话，就说以色列人控制他们的电啊，控制他们的水啊，控制资源啊，然后还会散布一些什么病毒啊，让他们的人民得癌症啊。就是当时我也有点晕乎乎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回答他们的这些言论，但我就听着，我当时真的就是心里面一个是被以色列人有一点对他们有一些失望，然后再加上巴勒斯坦人的这些抱怨，然后我就突然就觉得，哎呀，我其实很同情这些巴勒斯坦人。如果我再回到这边的话，我很想要来服侍这些巴勒斯坦人。所以反犹主义有时候听起来好像挺可怕的，但实际上它会不知不觉的就会沾到我们的身上。对，如果我们只听反犹，其实我们华人感觉不明显。因为我旅行了很多国家之后，在美国也生活很多年，我发现华人对犹太人的评价还算正面的。我们整个民族，我们书店经常会卖，我记得我长大的时候经常卖什么犹太父母教育的智慧啊，或者犹太人怎么经商啊，还有犹太人的科技。以色列跟中国的关系一直算好的，得诺贝尔奖的好像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对，包括以色列的农业多么先进，我们的杂志、报纸还有整个的舆论是很友好的，然后两国的政府关系也一直很好。我出来旅行才发现，包括我去哥大读书，我才发现这个世界大部分的国家，还有当今这个世代的主旋律其实是反对它的。像我们刚刚说到了几个原因，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刚刚说的原因概括下来就是你猛地听觉得离我们很遥远，可是落到每个人身上，其实就是当你接触了这个种族很多人之后，你的感觉都很不好。你可能没有形成什么主义或者很强烈的感觉，但是当你听到的时候，或者看到这个种族被制裁的时候，你可能心里会觉得，好像这样对他们有道理。你可能不会觉得是不对的，你觉得好像他们确实需要被管理一下。所以无形中一个主义在民间就这样生根发芽了。对，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历史上的每一件事情，包括国家的交替兴衰，那在圣经上最早就是当神跟他们立约，神把他们从这个埃及带出来，对吧？红海分开，把他们带到现在他们住的这个地，说这是我要给你们这个民族的地，对吧？一直在说要给你们。神当时就跟他们说过，你们要遵守我给你们的这些命令，你们遵守了，我就祝福你们，你们在这个地上就安居乐业。但如果你不遵守，你们就会流离失所，而且会住在分散在各国的民中，世界各国的民，而且这些民会把你们踢来踢去，对你们一点都不好。然后呢，你们的性命是就是每天要悬在脑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这个性命。然后你们每天都很恐惧。生命记28章，如果基督徒的朋友你们可以去看。那后来以色列就多次被灭国，其实他们被巴比伦灭国过，对吧？被亚述灭国过，然后被那个后来是罗马人又把他们灭国，然后他们流离到世界各地，所以他们经历多次这样的事情，他们也经历多次的复国，其实也不只有近代400年，这是最大的一次。他们在公元前500多年也小范围的复国一次，从巴比伦从波斯回到这个他们居住的地方，也是允许他们重新恢复，但那个时候只是离他们灭国只有50年，所以周围的邻居应该也都能接受，那里还有很多他们的人还在，所以回来复国。那也好多次被就是这样的反犹，因为他们就像预言中命定那样，他们去各国都被踢来踢去，他们哪怕在那边住几代人几百年，依然他们还是外人，
他们不会融于任何一个地区，也不会完全被接纳。所以刚才讲到这个反犹主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听说的就是这个巴以冲突。因为在巴以冲突这个当中，很多人都觉得好像是以色列人去占领这个巴勒斯坦的地。对，就是说，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失去他们的土地，然后巴勒斯坦人就开始慢慢的就在那边开始有自己的家园了。但是以色列复国以后，他们要回到这片土地，那就要把巴勒斯坦再赶出去。但是在赶出去这个事情上，很多人就有意见了，就是说人家在这里住了几千年了，你们突然来了就把他们赶出去，那这些人住哪儿呢？就很多人就开始有这样子一种公益公益的心。是的，是的。对，然后就开始，我觉得这个有一部分的反犹主义是从这个政治这个立场来发展出来的。是的，人都比较容易同情那个弱者。对，就像你说你去看到的，这是人，特别巴勒斯坦在我们这个时代看到的状况是，他们家园就被侵占，他们土地就被侵占，对吧？几千年你没回来了，对，你突然回来了，很不能理解。对，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说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就是要从历史从圣经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不能只是从表面。因为后来我自己也反思，我就觉得这不对呀，不能够就是说只是去从主观的这种感受去判断一件事情。对，因为我当时在巴勒斯坦，我真的是主观上我就觉得他们很可怜，所以我就开始有一点站在巴勒斯坦人这一边了。可是我回来以后，我发现巴勒斯坦人他们很多东西，他们也是从他们主观上面去讲的。比方说他们在那里其实看不到很多外界的新闻，他们也不知道就究竟他们停水停电或者怎么样，真的是因为以色列人呢，还是他们自己的政府？你知道，后来我发现其实他们自己的政府也有问题啊，对，有很大的问题。包括现在我们讲的这个10月7号的大屠杀，其实不是因为以色列人要去杀这个巴勒斯坦人，而是巴勒斯坦的这个他们支持的这个恐怖组织这个哈马斯，对，他们开始主动的来发动这个战争，他们开始这个屠杀。对，但是在巴勒斯坦的民众，他们听到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又要来占领我们的土地了，所以他们开始这样子的一个冲突。所以我就发现这中间有很多的媒体的这种谎言，还有信息的来源很多的错谬，所以就造成了这个民族之间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人的这个冲突。对，我在那里的时候，我试图要给一些孩子们看一些就是这个敬拜歌曲的 video 就是打开 YouTube 想让他们听一些歌曲，结果我搜不到。对，我是对，我发现哇，怎么跟我们中国一样啊？看不到 YouTube， 他们 YouTube 是可以看，但是就是有一些节目看不到，对，有一些基督徒的一些东西看不到，那是如果是支持以色列的，他们就更加看不到了。所以我才发现原来他们的信息来源也是被掌控的。那当然，他们学校的教育也是被掌控，他们从小给孩子灌输的就是要去反这个犹太人。他们就觉得他们自己是受害者，是被欺负的。他们长大以后就是要去抗争，他们就是要去与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为敌。所以这些东西是我当时我觉得我没有意识到。我们今天不是要去说以色列政府有多么的圣洁，对，我们不是要说以色列人因为是神拣选的民族，这个地方是神给他们的，他们做的全都是对的，一切都是神要他们做的。不，这不是我们要说的。对，以色列政府也是人，他们有好人有坏人，有自己的脆弱，有道德高低不平的，所以它也是一个正常的国家的政府。我们在各个国家经历到的那些政治上的一些东西，他们都会有，所以他们可能经历的更复杂。所以我们不是要说他们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但是我们也不想让大家警醒，就是现在媒体一边倒去把以色列妖魔化，把巴勒斯坦说的非常非常的可怜，然后激发人们的同情，然后去做一些事。因为我觉得去查考历史或者自己去拿到一手的资料
对每个人是件很有帮助的事情。我自己当时就去看了一下几次中东战争，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然后第二天就是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就开始打他了，然后到后面到67年，对吧？那个所谓的6日战争，到后面80几年那个赎罪日战争，大部分战争都是周边国家主动发起的，不是以色列发起的。对，他们很多时候就选在以色列的节期，就是军队放假，他们在守那个宗教节日。对，就像去年的这个10月7号，刚好是他们的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以色列人他在历史上所经历的那些迫害和逼迫，我觉得远超过其他任何民族。所以他们今天的性格会变成那样，我觉得每个人如果真的去看犹太人的历史，他可以感同身受。包括在真正他们其实决定2战被屠杀之前，其实已经有人要复国了。当时在19世纪末，就1890几年开了个复国大会，西安主义那个时候就有了。可是很多犹太人不感兴趣，因为他们在德国都是大银行家，在法国、在比利时、在荷兰、英国，他们都是当地已经上层社会，甚至有人被王室授了那个，因为是对社会的贡献，授了他们一些小贵族的这个爵位，所以他们真的觉得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归属感，我们的家在这里。可是当真的这个希特勒发动这个战争，当民间开始经历这个经济衰退，他们又变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当政府把他们拉出来当替罪羊，他们的邻居，就像今天我们在异国，你的邻居平时都好好的，就把你出卖了，所有人都觉得是你的错，教会也是都是冷漠的，然后都是听信政府的，然后甚至是自愿的，并不是被逼迫，就是觉得是对的，然后就去这样对待你。他们内心，然后看到自己的孩子、家人全部都死在集中营里面，他们真的知道，他们如果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只会一直经历这样的悲剧。所以是2战以后，不管之前富有也好，在其他国家有多么大的产业也好，很多人从集中营九死一生，都是坚决要回国，或者很多人他没有真的回去居住，像现在美国很多以色列人，他是坚定的给那个国家大量的拨款，因为他知道在这个地球上，如果他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的民族命运永远是那样的悲惨。那个2战的事情给了他们一个很大的，好像是历史几千年来所有的压迫，所有的这个屠杀，让他们在2战之后终于有一个觉醒，就是不管其他国家给我们看起来多好的公民权利，那些都是假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国家。所以他们对这一点非常的坚决。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他们民族那种几千年的痛苦，我们是不太能理解他们对于一定要有自己的国家那种坚持。要理解这一点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再去看待两边怎么样在尊重彼此人权的架构下怎么去发展，而不是随便就说你怎么突然过来，你还那他们去哪里？他们当时被赶走的方式也是罗马人就直接把这个犹太新生的名字改成巴勒斯坦，公元136年，然后就把所有犹太人赶走了，不许他们回来。然后他们几千年就是这样一次次的被屠杀，所以他们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对，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重要，需要去理解，而不是今天简单的说哪个是受害者，哪个看起来比较富有，哪个是侵略的，那样就有点断章取义。但是我们绝对不是要去合理化以色列人所做的所有的行为，这个不是我们的用意。刚刚你说的2战，讲到希特勒他要灭绝这个犹太种族，其实我小时候在学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很难去理解，就是说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想要灭绝一个种族，对吧？这个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没有好处啊，就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个问题就我觉得问到圣经一个末世的关键。我们一直说以色列是圣经上的一个主角，他也是神在末后他再来，所谓的这个末世就是主耶稣再来的一个重要的舞台。所以如果没有以色列，就没有办法完成神的计划，就是说主没有办法再来，他的预言没有办法成就了。那这就是仇敌撒旦最想要做成的事情。所以他在历史上每一次的反犹，他都不是单单对这个国家制裁，他是让这个国家亡国，彻底被抹掉。对，然后呢，想把这些种族全都是种族清洗。对，他不单单是，他不是歧视，他是种族清洗，这就是撒旦的诡计，这就不是神的计划了。
所以就是说这次大屠杀，很多婴孩被杀掉，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没有办法去想象的。一般的战争我们不会去杀这种妇女儿童，对吧？都是男人，就是士兵之间的对战。但是这个以色列他们是面对的是儿童的这种一个屠杀，所以这个也是就看它背后有一个邪恶的一个力量，不是简单的一个政治上或者是民族之间的一些冲突了。这个是一个里面有一个非常反人性的东西了，已经到了一个丧失那种良心的一些东西。这个就很像二战的时候那个他们关在集中营里那个毒气室嘛，对，里面就是老弱妇幼都在里面。对，因为一般的我们说如果单单说反犹，其实我们会想到很多种族被歧视，像美国的黑人，对，或者亚裔，对吧？但所谓的反犹，每一次都是赤裸裸的种族灭绝，这是很异于其他种族所见。它不但是种族灭绝，而且它是会挑动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种族在世界范围内对它有一个群体的排斥。但是让我们更警醒的是，教会对此是什么态度？因为在德国二战的时候，他们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教会是非常的安静的，教会甚至是认同的。对，教会是认同的。那今天的教会，我们面对非常像的局势，世界的动荡也好，舆论也好，对吧？各国的舆论，现在我听到好多在经济，除了民间的舆论，还有经济上说他们掌握世界的财政啊，确实也是犹太人都是银行家、大资本家，然后说他们就有很多阴谋论的东西出来，我们不去评价对错，但至少很多人呢，特别在底层生活很不容易的时候，他很容易有一种仇视心态。可是我们的教会要怎么去看？我们的教会要在真理上站稳得住。如果二战的时候德国教会至少以色列那时候还没有复国，他们可能还觉得对犹太人有一个错误的认知。但是今天我们其实已经活在以色列国复国70多年的这样一个时代里，可以这样说，我们是历史上第一个世代真的活在了马太福音24章所说的，耶稣跟门徒说的，当你们看到无花果树发芽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这个时候近了，你们可以用这个来分辨时候。对，这个可能要稍微延展一下，就是说，门徒问了耶稣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说的这个末世，你说的这个末世的征兆是什么时候？对，然后耶稣就跟他就跟他讲了一个这个事情，就是由以色列人的他们很熟悉的一种植物，就是无花果树发芽长叶。对，那我们后来我们的解经学家，我们就是解释这个其实就是指以色列国复国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在1948年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确认，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无限临近末世的一个时代里面。对，可能有观众朋友就想知道说那你们拉拉杂杂讲了这么多哈，那到底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就是面对现在这种世界局势，我们作为华人，我们可以做什么？对吧？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去关注这件事情，那尽可能的去了解这个，从历史的角度，从信仰的角度去了解这个国家就是说第一个你不要去漠视，就是不要完全的忽视这件事，但第二个也不要很快的就是去选边站，然后就莫名其妙就自己就卷入了这个反犹主义。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做的，因为我想这个是一个趋势，就将来可能会更多的这种反犹的一些声音、舆论媒体会出现，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警醒的一个。因为我听说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就是上街去游行，对，他们就是去支持巴勒斯坦，然后反对这个以色列哈。那我觉得是很震惊，因为如果你真的去关注新闻的话，你看到这些哈马斯恐怖分子所做的，你怎么可以去支持他们？就是颠倒黑白，
他总是可以有各种，他可以把哈马斯塑造成一个民族武装的起义的领袖，你知道吗？对，所以就是当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去支持法西斯？对，我觉得这个要警醒，就是我们不要成为当年支持法西斯的那一群人。是的，对，因为没有人真的去支持屠杀或者是希特勒所做的那些行动。那为什么当时有这么多人拥护希特勒，成为了一个英雄一样的一个角色？对，就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我们要去反思所以现在我们不要重蹈历史。我觉得还有你说的很好那一点，就是开始自己去操练分辨，在一些日常的新闻上的小事。我们后续如果再讲更多末世，我们会讲到，其实末世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操练。特别围绕以色列，它会有越来越多让你觉得扑朔迷离的东西，可以颠倒黑白。特别现在媒体的力量、叙事，它的一些高科技，它怎么展现这个信息，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分辨，至少说警醒，不要轻易的去跟随一个声音，然后去无意中成为了另一个凶手的一个帮凶。对，这是我们应该，而且我们基督徒应该更有方法，就是我们要去回到神的真理上。去认真的查考圣经神的话语，然后在神的真理上站稳，能分辨一些是非。对，能分辨一些是非，这对我们后来经历别的末世，我们还要经历一些巴比伦体系，我们后面会慢慢讲到，都是围绕以色列展开的一些全球的政治经济的事件，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活在其中。我觉得去锻炼一个分辨的能力，是一个很强的末世生存的能力。对的，所以就像2020年的新冠，现在回想起来，没有人，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哪个人跟他没有关系了。这个就是很真实的，你生活在这里，这件事情就跟你有关，不管你是有没有信仰，不管你是对圣经有没有了解，这个事情就会威胁到你自己的健康。那同样的，就是我们之后会分享的很多末世的一些现象。对你的财务、对你的健康、对你的家人的关系对你的所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关系。所以我们这个频道其实就是我想要挑战大家价值观，就是说我们能够去思考，对，不是说一味的接受当下大多数人他们所支持的观点，或者他们在相信的东西，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思维的能力。所以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视频中，我们想给大家的就是让大家开始对以色列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或者你以前是对这个国家觉得很遥远无所谓的，那现在我觉得它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时间的风向标，对，都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我就想到二战的时候，当那艘船开到上海的港口，它真的没有国家敢接纳它，可是上海人民接纳了它。那可是现在在全球这样的信息里面，其实那个时候上海人民并没有西方太多的那种反犹那些观点。可是今天我们所有人已经是地球村了，所有人都在这个观点里面。我们对以色列的眼光可能或多或少慢慢也会被影响，或者你去到国外旅游，你不太知道怎么会这样，但是我们现在就大家都已经聚在一起，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视频开启你对以色列一个不一样的思考。如果你对他是过于乐观，你也至少知道他现在所处的真实的处境。你如果真的很关心他，你可以去为他祷告，或者做一些真的能帮到他的事情，而不会觉得全世界都对他好像像我们国家宣传的这么友好，并不是的。如果你对他是原来很敌视的，我们也希望能够激励到你，至少让你愿意去了解另一方面的故事。对，也有可能神就是我们的上帝，在最后末世的时候，他会使用华人，有可能像二战，你说上海人去帮助这些犹太人，也有可能在这个末世，华人要再次去帮助犹太人，很多犹太人可能会突然就出现在你的身边，出现在你的职场或甚至是在你的邻舍，也许就有了这些犹太的难民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只是说有这个可能。那个时候你会怎么做？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想的，可以去思考，去预备自己的。可能大家听到这个节目以后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很想要了解更多的，
那我们欢迎你在这个视频下面给我们留言，对，提问。对，我们也在制作这个关于末世的一些节目，所以我们很想知道你对哪一些话题最感兴趣，你可以告诉我们，那我们也可以竭力的去就是查找一些资料，然后帮助大家可以有一些更不一样的看见。是的，我觉得我们今天像做了一个很大的总体，很大的概括，包括以色列这件事情本身，我们是概括了很多点。如果对以色列本身大家有什么想要了解的问题，也可以在评论里面问我们。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就是讲得太细哈，可能有很多地方我觉得有一点大家听得有点晕乎乎的，好像一笔带过了。所以我想如果你们有一些更具体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在下面再去给你们回复。对，好，非常感谢 Esther 今天的分享，我自己也学到很多那我们欢迎 Esther 下一次再来跟我们继续分享这个末世的话题。很享受跟你在一起聊天。对，其实我们今天就是在闲聊。对，那我相信可能有些人你们是以色列这个问题的专家，或者你是一些牧者传道哈，你们可能在这个或者圣经教师，也许我们有一些讲的不够周密、不够准确的地方，也欢迎你们提出来。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谈话，我们就是在聊这个很重要的话题，所以呢，也不是说我们就代表权威，我们也都是在学习，所以好的，谢谢大家的观看，那我们就下次见哦，拜拜。